这是一台奥地利机床制造商 MCO 生产的小型台式数控车床，这玩意儿有些年头了，整体状况算不上太差，但在真正投入使用前，还有一些问题必须解决。第一件事就是修复随机床附带的已经生锈的卡盘。MCO Compact 5的主轴鼻端结构非常独特，刚拿到这台机床时就很懵逼，现在已经买不到适配这种接口的全新卡盘了。考虑到就连二手原装卡盘的价格都很高，所以还是觉得留下手上这个吧，试着把它修复翻新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让它重新变得更好一些。最开始以为这会是个非常简单的项目，但被现实无情的打脸，这些后面再说吧。首先把卡盘从机床上拆了下来，这就是修复前的样子，锈迹斑斑，尽显岁月痕迹，这得把卡盘完全拆解才行。幸亏这玩意儿结构还算简单，只有几个零件，3个卡爪、卡盘主体、平面螺旋盘、碟形弹簧、背板，哦对了，还有几颗螺丝。这些就是拆解后车床卡盘的全部零件，现在准备开始清洗并修复它。首先用异丙醇清洗了所有零件，去除上面的陈年老灰。从异丙醇的变色情况就能看出，这个卡盘真的太脏了。为了除锈，把所有零件泡在白醋里好长时间。醋溜卡盘有没有吃过的？粉丝们先吃。经过几十年的使用，平面螺旋盘外侧有不少毛刺，先用打磨机和钢丝刷仔细清理，之后再在车床上对平面螺旋盘外径进行轻切削，让表面重新变得光滑一点。切削前需要仔仔细细的把零件找正毛。由于平面螺旋盘是个淬火箭，切削起来是真他妈费劲了。但用上全新的抛光铝，用硬质合金刀片切削效果就相当不错了，而且还用小油石打磨了前端面。与此同时，泡在白醋里除锈的其他零件也可以进行下一步清理了。白醋除锈效果非常好，只需要刷掉残留的白醋就能得到干净漂亮的零件。有意思的是，3个卡爪在白醋里变黑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这种效果看上去还挺特别的。有个非常重要的点需要注意，白醋浸泡后的零件必须立刻清洗、干燥并上油，否则零件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再次生锈。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。平面螺旋盘也用白醋浸泡过了，仔细观察后发现2个问题：第一，螺旋盘平面竟然不平整，有一部分区域非常粗糙；第二，你从背面能看到内孔周围似乎还有一圈环形的裂纹，估计这是淬火工艺缺陷，可能出厂时就有，裂纹就没办法处理了，只能将就用，希望它以后不会完全裂开。但平面还是可以在车床上修整的，这也是接下来要做的事情。再次仔细将零件在4爪卡盘上找正，保证径向和轴向跳动，然后对前端面进行极轻的切削。这是修整后的前端面，表面光洁度还不错吧？为了让后端面与前端面完全平行，使用了个新做的开口弹性卡盘，这是一个配有可替换铝合金软爪的3爪定心卡盘。把卡爪车削到与平面螺旋盘匹配的直径，能保证零件极高的同轴度与径向轻度。如果你对这个卡盘的制作过程感兴趣，详细视频往前翻翻就能找到。借助修正后的卡爪经车了第2端面，很快你就能看到它和第一面原本并不平行。现在得到了2个平行且光洁度优秀的端面，但在加工过程中，零件内孔出现了一些难看的划伤，破坏了配合精度，而且内孔本身光洁度也一般，
所以决定把这个内孔弄大一点，并压进去一个青铜衬套。买了一个45×40毫米的细青铜衬套，用来制作平面螺旋盘的新轴承。为给衬套留出空间，必须趟大内孔。操作前再次在4爪卡盘上仔细找正平面。接下来修正青铜衬套，实现过盈配合，方便后续压装。把衬套外径留的比螺旋盘内孔稍微大那么0.0几毫米，简单倒角后切断青铜环，这就是新青铜轴承的安装方式。把平面螺旋盘放进烤箱加热，让内孔加热膨胀一点，希望能更轻松地压入青铜衬套。尝试用台虎钳和自制的铝爪压入衬套，可惜彻底失败了，这个衬套装歪了，所以不得不敲出来重新尝试。好在第2次成功了，外形零件保住了。接下来只需要在车床上撤掉多余的材料，带全新青铜轴承的平面螺旋盘就这么轻松地完成了。不过新的问题来了，必须修改卡盘主体，以适配新的轴承内径。卡盘主体同样需要精准找正，这样才能将轴承位加工到新尺寸。不知道是不是压装青铜套时造成的轴承内径并不均匀，不同位置测量值相差了0.0几毫米。为了修正这个误差，需要对内孔进行研磨，直至最终尺寸。自制了一个合适尺寸的铝合金研磨棒，仔细精研内孔。你可以看到内孔并非整圈都能研磨到位，估计是第一次压装歪斜导致轴承环产生了严重的变形。重新组装前必须彻底清洗所有零件，冲掉所有研磨膏。现在到了见证时刻的奇迹，卡盘重新组装并装回车床，检测修正后的跳动。结果指针摆动幅度有这么大吗？跳动误差接近 0.5 毫米。我靠，这弄了套啥啊？后悔修正前没有检测卡盘的原始跳动，完全忘了这一步，导致现在没有参考值。但 0.5 毫米的跳动是不能容忍的。仔细检查发现，其中一个卡爪前端根本无法完全贴合工件，夹持面竟然是歪的。再次拆解后，原因一目了然，这个卡爪的夹持面存在严重缺陷，以现在为数不多的理论知识没法解释为什么会这样，可能出厂就这样，但无论如何，这绝不是卡爪该有的样子。所以重新装回卡爪，准备对卡爪进行车内修正。这操作必须在正常夹持压力下进行，才能保证最佳效果。所以用黄铜管自制了这个夹持工装，一侧有3个缺口，卡爪可以嵌入夹紧，同时内孔能穿过汤刀杆。接下来在刀塔上装上汤刀，然后才发现这台机床居然不能主轴反转，左汤刀需要卡盘反转才能工作，但机床没有这个功能，所以只能重新买一把右汤刀才能开始撤销卡爪。再次使用铝用抛光硬质合金刀片切削淬火钢卡爪，现在可以进行多次极轻切削，直到3个卡爪的夹持面全部修光了。车削卡爪后的跳动测试明显得到了改善，但并没有达到理论上的完美状态。不同夹持直径的跳动数值不同，在几丝到 0.2 毫米之间来回乱窜。不过无论夹持多大直径，最大跳动误差始终出现在平面螺旋盘的同一位置。在平面螺旋盘外侧标记出这个点后，再次拆解卡盘。估计是新做的青铜轴承环与平面螺旋盘不同芯，为了验证这个猜想，制作了一个刻意偏心的新轴承环，临时装入平面螺旋盘试试。于是破坏并取下原来的青铜套。接下来车制了一根新轴，找正跳动制约最大测量误差的一半，也就是 0.07 毫米。然后压入新制作的青铜环，用顺干胶固定，再车削外径至所需尺寸。这次采用轻压合，新轴承环刻意做成偏心，只要与平面螺旋盘按正确方向装配，理论上误差可以相互抵消。在平面螺旋盘和青铜环上标记高低点，保证装配方向正确。这次用铣床压入轴承环，整个过程轻松多了。装入新轴承环后，再次组装卡盘，装回车床，重新穿内卡爪。
现在不同加持直径的跳动相对稳定，大约有 0.1 毫米，但变化在于误差不再随平面螺旋盘位置改变，而是始终对应卡盘主体同一位置。无论夹多大直径，最大值都在卡盘主体的同一点，这说明卡盘主体自身的轴承面偏心了大约 0.1 毫米。为获得基准，非常轻的轻车卡盘外径，使其重新完全正圆，拆解所有零件，在4爪卡盘上给卡盘主体仔细找正，然后检测内孔轴承位的跳动，我靠，确实偏心了近 0.1 毫米。于是车削内径，直到表面完全修光。当然，现在平面螺旋盘的间隙会很大，测试时临时用一片 0.06 毫米厚的铜箔补偿间隙，重新组装卡盘。修正轴承位后，跳动的情况好多了，最小值大约 0.02 毫米，这个数值就能接受了。得到这个结果后，再次拆解卡盘，将平面螺旋盘重新装在4爪卡盘上，仔细找正，车掉临时偏心轴承，将轴承位修正到与平面螺旋盘同心。现在还需要一个新的青铜轴承，因为厚度要增加，所以重新买了更厚的材料，车削外径，切断圆环。再次将钢制平面螺旋盘加热，然后压入新轴承，内径仍然偏小，所以再次上车床修正，将内孔加工至接近尺寸，最后研磨精配，与卡盘主体紧密配合。经过最后一次组装和精车内卡爪，理论上应该得到一个跳动极其精准的车床卡盘，但结果又让人失望。跳动还是稳定在 0.05 毫米，虽然均匀，但对一台车床来说还是太大了。而且误差依然出现在卡盘主体同一位置。第一反应是扔了吧，扔了就不会有烦恼了。但仔细一想，能不能轻轻敲击卡盘，让它偏移几丝实现找正呢？卡盘在主轴鼻端有一点点间隙，稍微松开固定螺丝，用橡胶锤轻轻敲了几下，我靠，仪表竟然显示成功了，跳动误差降到了 0.01 毫米。对于3爪卡盘来说，这个数值还能接受。现在可以完成卡盘最后的修整了，拆下卡爪，仔细打磨前端面和外径，让它表面光滑。卡盘背板也进行了轻微的精车，获得了光滑的外缘。至此，卡盘所有机加工和主要工作全部完成，这是经加工后的卡盘主体和背板。在最终组装前，最后一步是给卡爪和背板重新发蓝处理，使用冷发蓝液，用刷子均匀涂抹，然后清水冲洗。终于，所有零件处理完毕，准备最终组装。再配合面涂点润滑脂，这能保证动作顺滑。终于大功告成了，这台修复翻新后的 MCO 卡盘简直就是焕然一新，性能至少和新的一样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忘了说，主轴鼻端状态也很差，刷掉松散的污垢，然后用钢丝棉百洁布和 WD-40 清理一番。其实这一步早就做了，只是为了视频节奏放在这里展示。现在主轴鼻端干净光亮，准备安装全新修复的卡盘。这就是装好后的样子，跟之前锈迹斑斑的卡盘对比是不是非常明显？确实跟新的一样。好了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不要忘记点赞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